今天我给你讲的这一段中国美食文化，没有高端华丽的镜头和台词，也没有什么色香味俱全的名菜，甚至可以说朴素的有点苦涩，但苦的真实，苦出了食物最本质的意义。从何说吃呢？就从最基本的米和面说起。众所周知，泰国每年向全球各地出口的大米多达500万吨，一度被誉为世界米仓。而泰国的大米大多都产自湄南，因为湄公河常年泛滥，久而久之就在湄南三角洲形成了广阔的湿地，这为稻谷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。像镜头中的福稻堪称奇迹般的存在，它光稻杆就长达5到10米，能随洪水漂浮升高，生存能力特别强。由于福稻生长在水中，所以不用除草打药，也不用撒化肥，因为水里的鱼虾粪便就是最好的天然肥料。得益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泰国大米的产量和口感都远远胜过其他国家。但稻谷的起源要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脉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云南省。在靠近中缅边境线的深山中居住着60多户阿卡族，这里一直沿用着原始的刀耕火种，也就是把山上的树林全部烧掉后，种植旱稻和五谷杂粮。待附近的草木烧得差不多，阿卡族就会寻找新的耕地进行迁徙。好的耕地一般凭土壤的口感和颜色来判断，像黑色和茶色就是比较好的土质，淡红色和深红色则是最差的。阿卡人平均15年搬一次家，房屋都为高脚木楼，离地面有2米左右高。风俗方面，女人都是先怀孕后结婚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先上车后买票。婚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男人来决定，但家务农活基本都是女人做。画面中的老柯家一共有15口人，从凌晨4点，2个儿媳就要背着孩子起来煮饭，因为他们煮饭不是像我们把米一淘直接放电饭锅里就完事了。在这里，每一家的米都是以稻谷的形式来储藏，因为阿卡村地处热带雨林，湿气很重，这样既能防止霉变，也能保持稻米的鲜味。只是每次吃的时候都需要提前把糠壳去掉，像午饭就要在头天晚上去壳，晚饭则在凌晨去壳。为了物尽其用，糠皮会拿去喂猪喂鸡，糠壳则用来洗锅碗瓢盆，最后烧成灰后作为肥料撒在地里。待大米去壳淘洗后，放在原木制作的蒸笼里蒸制，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软硬适中，香甜可口，蓬松有致，充满了空气感，像几千块的电饭煲都完全煮不出来那种味道和口感。儿媳2人忙活了3个半小时后，一家人终于吃上了早饭。每年5月开始的第2场雨确认了雨季的到来后，阿卡族才会播下珍贵的稻种。为避免多变的天气影响到所有的庄稼收成，老柯家的6块田会错开时间播种。这便是俗话说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打烂一篮还有一篮。另外，由于同一块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多年，收成就会减少，所以阿卡族是轮流播种，比如今年种大米，明年就种大豆。而每块地使用4年后会休耕6到7年，以让土地恢复肥力。尽管如此，阿卡族的生存还是很艰难，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饱。像老柯家虽然辛辛苦苦忙碌了1年，但收成仅仅只够一家人半年的口粮，所以他只能给村民借米。按照阿卡族的传统习俗，双方要把长辈请来当见证人，竹片则代表借据，上面的刻文代表着数字。而每年村里最后一家人收割完的次日，便是阿卡族过年的日子。相比平时这一天的米饭要更充足，也更丰盛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享受着久违的吃饱的快乐。或许正如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什么最好吃？肚子饿最好吃。在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，其实一大碗朴实无华的白米饭便是人间美味。而在8000年前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稻谷就是这样随着人向平原迁徙，之后便四处开枝散叶，在更多地方的风土中成长。接下来让我们随着镜头来到中国的黄土高坡。这里之所以能成为面食的发源地，并不是这里的人多么喜欢吃面，而是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。像眼前的小山村，世世代代都是靠种地为生。由于没有直接的现金收入，所以村民们都是以物换物，比
比如用大豆换小贩的豆腐，或者用油麦换小麦。在这里，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垒成的窑洞，虽然不够安全，但冬暖夏凉。而村里的500多个人都是共用一口百年老井，它建于清朝年间，深度多达83米，一桶水差不多要打10分钟。没办法，在常年干旱的黄土高原，井挖浅了根本没有水。在这里，水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命根子。而干旱缺水不只是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起居，更要命的是它让土质变得疏松不堪，根浅的小麦稻谷一种就死，所以村民只能种根比较深的油麦杂谷。加之油麦要比小麦更抗饿，久而久之，油麦面就成了大家的主食。奢侈的小麦面则要等到过年才吃得起。每年秋收后，村民会把油麦磨成面。画面中的老人用布把毛驴的眼睛蒙上，让它拉着石磨自己转圈。一般情况下，油麦至少需要放到石磨里来回加工5次，才能完全磨成面。接下来把搅拌好的油麦面团放到合漏床的空腔里，然后双手按住木柄使劲往下压，就加工出了合漏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面条。这个工具凭着简单巧妙的结构和实用性，在中国北方得到了广泛应用，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柬埔寨和韩国，也在使用中国人发明的合漏床。虽然外形略有不同，但其原理都是一样的。如今，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，所以人们开始大量的使用小麦来制作面食，像刀削面、龙须面都是以此为基础延伸出来的美食。在街边小摊上，到处都能见到新鲜的手拉面，只需要舀上一碗纯正的肉汤，撒上几许香菜和帽子，便是人间美味。这部美食纪录片由日本的 NHK 电视台耗费巨资拍摄，在摄制期间，剧组人员跑了5万多公里，记录下了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。由于去的多是一些穷乡僻壤，所以比起大多数美食片，该片并没有让人垂涎欲滴的各类名菜，也没有高端华丽的拍摄。它只是朴素真实地告诉我们米面肉等基础食物的诞生，同时呈现出了人和食物最本质的关系，就是生存，就是为了填饱肚子。所以这部纪录片记录的不只是美食，也是人类的民俗史和生存智慧史。那么本期解说就到这里，由于该片年代久远，画质较差，所以本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4K 修复。喜欢的朋友请持续关注我后面的解说。